像这种梦幻的方式啊，平常是不外传的，所以请各位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讲出去。你们可以想象吗？这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的色彩世界，太梦幻了。嗨，大家好，我是小江老师。那我虫哥，虫哥又来。虫哥，这真正有主啦。你讲，就是节目啊，或者是我自己的作品啊，我感觉我永远被绑在一个框架里面，就是先单纯最单纯的变个颜色我都不敢。我觉得啦，最主要是你被它原本的设定给绑住了，对，被制约，被制约，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对于用色对没有想法，对，再过来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应用这些色彩来取代现有的色彩。我全部都被你说中了。没有啊，就我以前也是这样玩嘛，就一开始玩的时候就会照说明书上面的颜色嘛，是，但是渐渐的我要换，就是要跳色，变一个颜色的时候，就想不出来要用什么颜色嘛。对，我这里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跳色，虫哥有没有看到？你看，就这里啊。白色跳成灰色，那个不算跳色啦。这样不算跳色哦。那个是一种线性的思维，黑色变成灰色，或者是灰色变白色，或者是红色变粉红色，这个都是线性的。那我这个蓝色做了很厉害的高光阴影呢，蓝色、深蓝色。对，看起来是很厉害，可是它的颜色上面就是比较平淡嘛。快，我要打电话。那你今天就来教我突破思维吧。好啊，你忘记了，我们自己就有一个产品。什么产品？底加啊，就是我们的配色切割垫啊。这个到底是怎么用啊？那虫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会给你一些用色的建议，或者这些配色的方案的一块板子。这个上面我们通常用色都是线性的，同色系里面去，对，就加白嘛，对，要不然就是同色系里面加黑，或者是对，它就是一个线性的思维。对，那这种线性的思维是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所以做出来的作品啊，就会变得比较平淡一点。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蓝色啊，蓝色，然后浅蓝，就是深蓝、浅蓝这种，就是属于线性的。我是这一条到这一条而已。对，你通常都是这样。对。如果我们要让颜色变得更精彩一点，对，我们就必须要从线性变成一个区域。怎么变？我们现在想象它是一个时钟，这个是一个时钟，这是一个时钟。然后我们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嘛，然后它就是一个时钟。那我们如果要从线性的配色，对，或者是线性的用色，变成一个区域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区域变成是，比方说1点钟啊，2点钟，那它就会有一个夹角。对，那这个夹角它可以选的颜色就很多，对，但是也太多了啊。对，所以这个板子就是建议你在这个区域里面选什么颜色。我也可以把它用作渐层，因为我们通常渐层都是线性的，对。但是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区域之后，它的渐层就不会是线性的，反而会变得更活泼。我从来想都不敢想，渐层不是线性的，那是什么状况啊？我们现在打一个比方，我要挑战桃红色，这么快？对。好，然后这个是桃红，对，它往这边就是红，对。好。我们一般桃红色的线性配色就是，或者是线性渐层，对，它就会慢慢变成粉红色。对，往这边走。对，往这边走。可是如果我们要有其他更好的变化的话，我们可以往紫色的地方走。所以桃红色渐层到紫色，你看哦，如果今天一个零件它是一个桃红色，对，它深色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用紫色。真的啊？真的啊，可以用紫色来代替。那如果是桃红色，我们要渐层到浅的颜色，我们可以用浅的紫色来代替那个浅的粉红色啊。那这样的时候，你看哦，后面是红色系，对，你到前面它就会带蓝，那这个色彩它就会产生一个比较活泼的变化。真的哎。
就不会是每一个人的渐层都长一样。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像这边呢，就是一个同色系的变化。对，你看起来会很协调。对，它也有富有变化。对，它因为在同色系里面的配色它是相对比较保险的，什么人看都会是协调的。对，但是我们如果要让色彩更活泼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它这样子。哇，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相近色，对，然后一个互补色。哇，好大胆的跳色哦！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会比刚刚更活泼一点？是。那其实我们在看颜色的时候，如果同色系，它就会相对比较稳定一点。对。那如果在这个同色系里面，它会突然出现一个对比色，对，或者是互补色的时候，心情上面就会觉得比较愉悦。那觉得比较愉悦，你就会觉得那个色彩就比较好看。崇哥，嘿，你讲的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我有一个这个蓝色跟橘色的一个互补色。对，就是这样。但是橘色跟蓝色它是互补色，所以你会看起来很活泼嘛。对。但是它这个紫色，它只有一个蓝紫色。对。它这个蓝紫色，它就缺少另外一个跟它搭配的颜色。哦，相近的蓝紫色。有，就是那个阿字啦。嘿。你看，我手被他抓走了。你说的是这种东西吗？对，像这两个就是相近色嘛，这个是偏紫，对，这个就是偏蓝，对。那紫跟蓝它就是相近色。我们先不要管这个颜色对不对，但是你看这边是蓝色，对，这边是紫色，对，这边是橙色，哦，是不是就是这样？这不是套好的，这我们在做吉屋的时候，就是按照它的说明书，然后我们自己大概调的。对，其实这个设计师，对，人家还是有这个美学的素养哦。所以崇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同色系间的变化，对，然后这就是互补色系间的变化，对。那你注意看哦，这个虽然是同色系的变化，但它依然不是线性的，它一样是在一个区域里面。那这个距离的远近是要做什么？有些这个距离很近啊，对，然后有些这个距离很远啊，对。那这个是什么作用呢？比较近的就是代表它是隔壁，对，这个就是邻近色。那这种配色的话，它相对它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比较不会出错。对，那这个距离比较远呢，对，它就是相对它的跨度就比较大。对，那它的跨度比较大的时候，它用色上面就会比较活泼。比方说，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个蓝色、紫色，对，然后它会搭配橘色吗？对，这个跨度就非常大。对。那这个跨度非常大的话，它就会产生一种活泼感。那你这两个颜色在一起的时候，它就相对比较稳定。哦，所以距离比较近就是保险。对，这个比较远，对，它就会比较大胆。譬如说，我今天想要这个桃红，然后我今天又想要大胆一点，我就挑一个跨度比较大的。对，然后我就会有这3个颜色可以搭配在我的机体上。是啊，而且会很帅。帅不帅我不知道，但颜色一定会很协调。哎呦。因为帅不帅要取决于你的功力哦，你要去尝试嘛。你颜色不可能，人家告诉你用什么颜色搭什么颜色一定很帅嘛。对，这个没有，因为它分布的位置在哪里，还有就是你分布的大小，对，这个都会影响到它的帅度。哦，那粉红色主色是哪一格？粉红色，粉红色是这样。对，那我要这个，可以啊，这2个就是相近色。因为它在隔壁而已。对，它虽然不是红色，但里面有红。哇，这就很狂了哎！粉红色配绿色，当然不是粉红色配绿色，这2个是对比色。对，不要让它混在一起，而是分开使用。哦，那这2个是相近色，我们就可以把它混在一起。比方说做这个渐层，对，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渐层，对，但千万不要做这样的渐层。哦，就会很恐怖，很恐怖。对。对面的颜色，比方说我们一个蓝色要渐层到橘色的话，千万不能这样渐层。好，我觉得大家可能听得有点懂，又有点不懂。直接喷啊！我们就直接来把这台立钢弹。不是，这个立钢弹交给你，我只示范怎么建成哦，你不要误会啦。不是，我刚才想说发包一台立康弹给聪哥，竟然没有上当。我们应用上面他给我们的一些资讯，然后我们来喷一个渐层，来看看上面给的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好，我们选这3个颜色来示范一下渐层，然后这个是比较保险的渐层。对。
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活泼的渐层方式，然后这样的搭配，我们就能够看出这个里面它的配色有什么不一样。好，那我们就去实战吧。我们先来喷个底气补土，是为了让它发色更正确、更漂亮。我们先调一个大概的粉红色，颜色不用很准啊，因为它都是在这个范围，你没有很准的话，其实配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喷出第一种渐层。那我们现在换了一个紫色来喷紫色渐层。那你如果觉得这个渐层太短，你就可以再拉长一点，或者是粉红拉长一点。现在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渐层的方式，就是紫色渐层到粉红的这个方式，它虽然是一种同色系的渐层，但是跟以往这种线性的渐层，它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对，而且看起来更活泼了。对啊，这很美耶，好像那种蝴蝶身上会出现的很梦幻的配色。对啊，对，紫色配粉红，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对，所以我们以前线性的就是在同一条线上，对，就是红色到粉红，对，这个就是线性的思维。是。那如果我们将这个线性展开到一个区域性的时候，它就可以让粉红渐层到紫，就是往蓝色那一边跑。哇！那往蓝色那一边跑的时候，你这个跨度就会有2个或3个。对。那当然，它颜色看起来就会变得很精彩。哦。但是呢，这种依然是属于一种比较保守的做法。对，比较保险，它不会出错。童哥，这个洗笔方式，你要教一下怎么用出放屁声。你如果没有弄紧的话，它就会出现那个声音啊。好，那我们现在准备来做一个更大的跨度的这个渐层方式，那让各位看看这种渐层方式会不会觉得更活泼。绿色到紫色，我想都不敢想有这样子的渐层配色方式啊，试试看嘛，反正好不好看就是先试试看，不好看再说，好，对不对 ？OK， 好，要来了，见证奇迹的时刻，或者是翻车的时刻。平常我也不会这么大胆，但是今天为了节目，我就大胆一回。好，真的可以耶！真的可以啊，更跳了，这个更跳，但是不会不协调，不会不协调。如果啦，我们中间这里再给它一点蓝，它整个就会绿、蓝、紫。好，我们借了一个蓝色的颜料，然后来当做这个紫色到绿色的一个渐层。那我们就补一个颜色给它。是不是看起来就更协调了？对。那现在我也按照崇哥的做法，就是练习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喷得出来？你很小心翼翼呢。来，小江老师，我跟你讲，这个上面要喷饱和，当然就是让它湿一点，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喷的渐层并不是那种。我们那一种模型的高光需要让它集中在，所以我们这边直接薄一点，对，直接饱和一点，喷到亮都没关系。那这样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就比较浓，这边就比较淡？那如果我们只有单一个颜色的时候，这个渐层就已经好了。我每次当学生的时候，就会整个好像初学者一样。水呢？水。你比我本来就较水呢。真的吗？真的，你的渐层比我还较水，我的渐层比较硬，你的渐层比较顺，比较柔。对，比较柔。安尼好。自从崇哥教会我怎么拿喷笔以后，我连喷渐层都变那么厉害了。那我一样马上要来验证，就是这个颜色是不是也是真的每个人都喷得出来，然后好不好看？是不是只有崇哥喷的好看，我们喷的就会不好看？紫
紫色配绿色，哇塞，这什么世界啊？你们可以想象吗？这是我从来没有进去过的色彩世界，太梦幻了。好，现在喷完了。我们让崇哥帮我们讲解一下，就是我们刚刚透过这个配色板，然后取得了3个颜色。对，那这3个颜色就是这个配色板给我们的建议。是，那这个建议的话，我们就把它分作2组来实验看看它到底合不合。对，我们现在做的第一组是紫色到粉红色。好，那紫色到粉红色它是属于临近色。对。那临近色的话，搭配起来就是比较不会出错。可是呢，因为它已经跳脱了这种线性的渐层方式，所以它在颜色上面看起来就会活泼一点。对，真的。那另外一组呢，就是它的跨度比较大，就是紫色到绿色的渐层。它这种配法的话，它会相对更活泼。对。中间呢，我有加了一个蓝色。对。好，来过渡这个紫色到绿色。对。那你不加也没有关系。像刚刚小江老师在喷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你先停，我们用白色来当做这个过渡，对，也不错，对。结果起来的时候啊，我觉得还相当梦幻，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说，当你有 A 颜色跟 B 颜色在过渡的时候，如果有心理障碍，对，那就用白色来当做过渡。哇，对，这2个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就是。这个是红橙黄绿蓝靛紫，所以它是一个色阶的变化。对，所以还是很舒服的，可以看到很多色彩。对，但是这个整个梦幻起来了。对，绿到紫，然后中间用白色过渡，再加上有一点绿，有一点紫，真的太梦幻了。对，像这种梦幻的方式啊，平常是不外传的，所以请各位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讲出去，对，不要告诉你朋友，但是你要记得帮我分享这一集。至于各位认为说这样的搭配好看，还是这样的搭配好看，我倒觉得这个是审美的问题。对，那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好看，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好看。对，不管你觉得怎么好看，他都可以从这个色板里面给你这建议。对，那你不一定是照上面他告诉你是什么颜色，你只要近似的颜色就可以。不管你是要做出协调的颜色。或者是比较跳痛的这种搭配，它都会非常的好看。对，就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色系配这个色系，你可以转一圈，然后就从另外一个色系跳到另外一个色系。对，你可以转。因为童哥刚才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色彩的搭配，除了基础的审美，对，可能跟你现阶段的心情有关系。对，跟你现阶段学习到、接触到的有关系。是啊，就像我们的立钢弹，你看，你能想象不是这样的配色，就有人会觉得它怎么会这样啊？就是它如果变成橘色的，有人就觉得哇，试验机好帅哦。有人会觉得什么东西？它可能会随着你的心情跟审美都有关系。可是这个配色板，我觉得它最主要是它有很多红橙黄绿蓝靛紫嘛。当你不知道怎么配色的时候，你可以寻求这个的建议啊，也不用一天到晚敲崇哥说，对，我这个颜色配这个颜色搭不搭？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要用在什么地方，或者用在哪一个机体，对，然后它的范围大小。所以当你有这个配色的需求的时候，我是建议啦，你不妨先试试看这个配色板它给你的建议，对，然后它给你出建议的颜色之后，不管是3色或4色，对，你就把它挑出2组，对，然后来比较，你就会找到你喜欢的搭配。而且你买一次切割店，你可以问他千万次，他就是你的算命盘。对，你今天配这样，明天配这样，后天配这样，它不只可以应用在模型。是啊，我觉得不管是你的居家设计啊，或穿着啊，穿搭啊，或者是你是产品设计师啊，对，它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那透过这一次的学习，我接下来要来好好准备《立钢弹改色》这部作品给大家看。最后补充一下，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块切割垫呢，我们有申请专利，对，而且是发明专利。什么叫做发明专利？有申请专利的人都知道，最简单申请的是外观专利，对，再来是实用新型，而发明专利的审核是最严格，你必须世界上都没有人申请过这样的专利，你才能过。我们真的申请到，而且过了。
对，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怀疑，我跟小江讲说，这个应该算是新型专利而已。对。然后小江就跟我讲说，我要申请发明专利。对，他要申请发明专利，就花很多时间在那边准备资料，然后去审查。结果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开心呐，然后也很惊讶，就居然它可以是一个发明专利。但我并不因为这样，我就觉得它这个东西好像是侥幸。对，因为我真心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是，尤其是用在配色上面。对，这个也是我们 MAD 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申请到发明专利的产品。真的假的？真的。因为发明专利真的很难申请我们大部分过的全部都是实用新型。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把专利费的任何1毛钱摊提在这个产品上，是，真的是真的。这个产品是没有收你专利费，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一块切割垫，麻烦去买一套回来支持一下。对，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跟留言哦。拜拜。我今天是来当老师。对啊。结果你都喷比我漂亮，有吗？真的啊，真的，你自己看哦。每一个我都觉得你喷的比我漂亮，为什么？你说这个渐层比较硬哦，你这个比较顺，比较柔，对你这个就比较梦幻哦。我这个就是很 normal 哦，虽然只是跳色比较活泼一点，可是就是照着彩虹渐层而已。怎么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有一点这样的感觉耶？是。我大意了吗？我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因为你拿喷笔的方式，可能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拿的方式给你。好就渐层要喷得越漂亮是，就是取决于你的小拇指能喷得多好。你看，什么都没有。不是拿喷笔喷渐层，一定要就是小拇指用末端人体的最后的末端神经去控制那个雾状的变化。大家不要忘了，崇哥这一次是介绍这个配色切割垫。对，那他之前也跟我们联名了一款产品，就是很多这个很厉害的遮喷板。然后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遮喷板怎么使用，也还没购买的话，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一部影片哦。提醒各位朋友，这一个月呢就是超模杯报名的最后一个月，就11月底为止哦。然后如果报名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些小纪念币，然后里面有这种武士的有这个马雷吼的这个恶魔的，还有这种金色的跟银色的。然后详细的规则跟报名方法，麻烦你们去看我们下方资讯栏的连结，然后把握这次得到这个纪念金币的机会。拜拜。